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Crypto Tricks。那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呢，先祝贺大家这个圣诞节快乐。然后，这个视频也会在今天这个平安夜之前发出去。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与家人还有朋友共度一个美好的平安夜。OK， 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那就是今天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这个关于去中心化稳定币以及就是这个稳定的加密货币的这一类型，然后进行一个介绍和分析。那在开始之前呢，这个稳定币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与法币或者说与一个稳定的货币的一个 currency， 它是1比1的这么去 peg 上的这么一种货币。然后呢，它的存在有很多意义，然后也是经历了多年的这个发展以及开发等等，就是整个币圈也都非常关注就是稳定币的应用。一共有哪些类的这个稳定币？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共我这边大概总结了4个稳定币。那也就是第一种稳定币是这个fiat backed， 也就是法币挂钩的。然后呢，它是1比1比例与这个法币，比如说像 USD 或者说欧元或者说日元或者人民币等等，它是挂钩的这种稳定币。然后呢，一个单位的法币呢就等于一个单位的这个稳定币。那像我们熟知的像这个比如说 Tether、USDT 啊这种的，就是我们经常用的法币去来与在这个交易所中去购买别的加密货币所用到的。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个 cryptocurrency backed。这个 cryptocurrency backed 是说这个它与加密货币挂钩。那背后呢，与加密货币挂钩的话，就并非法币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像 MakerDAO 这种也就是我们下面会来介绍的这种去中心化代币。那它这种稳定币就是基于以太坊，然后利用以太币和这个智能合约来铸造这种代的这种稳定币，然后维持这个代在一个1比1的与这个美金的这么一个比例，然后一直是稳定下去的。所以第三种是关于期货挂钩的。这类稳定币呢，与像这种贵金属呀，然后工业金属还有原油，以及有可能都是房地产这种财产去挂钩。然后呢像那个 Tether Gold 就是与这个黄金1比1挂钩，然后很多期货交易员他们都非常喜欢用这种就是期货 back 的这个稳定币，然后这样的话非常方便他们去做交易。那第4种这个就是算法稳定币啊，算法稳定币的话是通过这种算法控制供给和需求的这种变化，然后呢将稳定币的价格保持在一个区间不变。那比如著名的这个 Terra UST 对吧？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与这个 Luna 之间的这个 peg 随时发行与这个销毁，然后但最后这个 Terra UST 就是depeg 了，然后陷入到这个死亡螺旋。那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这种算法稳定币的这种问题就是黑天鹅事件是有多么的恐怖。那除了这个稳定币的这个种类呢，那稳定币的意义是什么？那稳定币的意义呢，第一个就是说它是一种价值的这个恒定方法。那也就是说方便了这个代替法币进行日常的这个交易与使用，然后这样的话，全世界的人民都可以通过稳定币，然后只需要一个钱包即可转账，然后不需要走复杂这种银行流程，也不需要开多个这种就是银行账户。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说，如果是 on-chain 的这种转账的话，那和其实一个道理，那也就是说，它是去除了中间商，然后呢还有3方的这种介入，比如说银行，然后来去辅助和垄断整个这个转账的流程。那其实呢，就是说，假设呢，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企业家，想要这个向日本客户支付一个发票，然后呢，而该客户在欧洲呢，他也有一些分包商等等，那你需要呢，实际上有一个中国银行账户，一个日本银行账户，还有一个欧洲银行账户。那如果有人想给你汇欧元、日元或人民币呢，那可以持有这些账户的中介机构，然后呢，会将这些货币换成你就是可以持有的货币，然后再发送到你的银行。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个这种就是非常国际化的，然后涉及多国的这种生意，或者说要进行这种转账的话，那你这整个流程下来然后换到不同的这个就是货币中，然后再存入到相应的银行账户里，然后在不同国家，这个其实上是非常慢，然后并且让这中间商赚了很多钱的这么一个方法。也就是说，它是非常不便捷的。
那就是这是为什么就是这种在加密货币中有稳定币的存在，就可以来快速的就是加快这个效率，然后让你的整个这个转账的效率以及转账的所用的时间都会变少。那这就是其实是稳定币的存在的意义。那今天我们这期视频主要想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叫DAI的稳定币。那这个DAI稳定币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它是这个去中心化的稳定币，然后它是在以太坊上的，然后是被这个 MakerDAO 所治理。那像我们平时就是所交易的时候使用的这种加密货币啊，比特币啊、以特币啊、以太币啊，这些热门的资产呢，它都有巨大的这些价格波动，所以并无法融合到我们平时的生活中，作为这种日常的货币使用。那这个DAI稳定币呢，就是基于以太坊 Maker 的这种叫 collateralized 的这个 debt positions， 也就是 CDP， 其实就是叫抵押债仓的这种智能合约，然后通过用户可以去通过抵押这个以太币，然后等数字资产，然后可以生成相对应的这种DAI稳定币，然后这个DAI稳定币呢是1:1与这个美元 peg 的，所以你去生成它的时候，相当于是一笔债务。那这个 CDP 呢是超额的这种抵押的方式，也就是说你这个抵押物的价值必须大于这个债务的价值，然后呢这笔债将锁定这个 CDP 中的这个抵押物，然后直到这个用户呢对相应的这个DAI稳定币偿还到 CDP 中，然后这个抵押物才可以被解锁释放，然后用户呢才可以取回这个抵押物。那其实这个算法稳定币呢，就是整个DAI呢，它是一个也不完全算法吧，它是算是一个通过这种就是去中心化组织，然后一起来治理，然后去设定各种各样的这个参数，然后去来维持整个系统的这么一个稳定。那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 ecosystem， 然后它的这个整个MakerDAO 的里面呢，是由这些 Maker 的 holder， 也就是 MKR 那个代币的就是持有者，然后相当于是你有这个管理权、投票权，然后由这些人来共同的就是去中心化的，然后去来管理整个这个就比如说这个 CDP 抵押债仓的这么一个风险，然后再加上整个这个DAI的这个 target price 和 target rate 的这么一个设定，这样的话来去维持整个系统的稳定性。OK， 那其实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先明白了，刚才就是如果说这个DAI是怎么产生的，DAI产生的过程是相当于我要去拿同等值的资产，然后放到这个锁到这个 smart contract 里面，叫 CDP 的这个 smart contract， 然后对应的它会 generate 出来就是有一定的代币，那也就是这个DAI的稳定币。然后呢，现在应该是支持这种多资产的去来做抵押，然后首先呢，如果我们通过这一步的话，我先可以看一下这个 CDP 的这个流程。那第一步呢，实际上是创建这个 CDP 并存储这个抵押物。那也就是说，用户首先发送一个交易，然后到这个 Maker 创建这个 CDP， 然后呢发送另外一个交易呢，并明细这个抵押资产的种类和数量。然后储存到用来生成DAI的这个 CDP 中，也就是放到这个抵押债仓。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以太坊，你的手上，比如说你有好多以太坊，你不用，然后你想去生成DAI稳定币，然后你就是发送到这个抵押债仓这儿，然后进行一个就是抵押的过程。然后第二步就是说你抵押好了以后，从这个 CDP 中要生成这个DAI，那这个 CDP 持有者呢，你就发送一个交易，然后并明细想要这个 CDP 中生成DAI的一个数量。比如说你质押了1500刀等值的这个以太坊，然后你可以比如生成1000刀的这个稳定币，也就是1000个DAI，那就是这个是你可以去自己设定的。同时呢，这个 CDP 呢会产生同等数量的这个债务，也就是说你这1000个比如说生成的稳定币DAI，然后呢就是你的债务，实际上然后这笔债务呢会锁定，也就是说一直锁定到这个你把这个DAI偿还到这个 CDP 中，然后你的这个原来的这个 ETH 的这个资产抵押物才能被拿回来。然后呢，第三步是这个偿还债务和稳定费用。然后也就是说，当用户呢希望就是赎回这个抵押资产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就是偿还这个 CDP 中的这个债务以及这个债务所用的这个稳定费，叫 stability fee。那这个东西呢，它为什么会存在？就是说，它要去督促所有的这个在MakerDAO 上利用这个 CDP 去生成DAI的这些人，生成这些债务的人，去督促他们去定期去来把这个钱还回来。然后这样的话，维持这个DAI可以有一个稳定的一个 supply。那稳定费用呢，它只能是用这种MKR 去支付，也就是 Maker 那个 token 去支付。所以当用户呢将应付的这个DAI和 Maker 支付给这个 CDP 以后，然后这个 CDP 中的债务就会被偿还。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你之前抵押的物品拿回来。
那第4步呢，就是拿回来，然后关闭到这个 CDP， 也就是说，当这个债务和稳定费用偿还以后呢，这个 CDP 持有者可以发送一个交易给这个 maker， 然后呢，并拿回所有的这个抵押资产。这样的话，相当于就是我这整个的流程就走完了。也就是说，你从这个贷的生成是相当于我先去抵押我的另外一些其他资产，然后呢到这个 CDP， 然后我对应生成一些稳定币，然后呢我可以拿这个稳定币这笔债务去可以干任何事情，然后流通到这个市场上。然后它的这个 target price 一直就是跟这个美元1:1的挂钩，所以这个相当于就是整个流程。然后你想把它这个你的原来的抵押资产拿出来，然后你需要把这个 CDP 偿还回去，这样最后你就会获得你的这个抵押物，然后这笔债就清了，然后这个贷呢它就相当于是被 burn 掉了，然后这个 supply 就是因为你要 supply 跟那个 demand 是和你的抵押的是要一致，所以就是相当于这个系统还是稳定的。OK， 那我们其实再来看一下几个这个 MakerDAO 它的一个重要的working mechanism 吧，就是它是怎么运作的。这个前面我们说到了，就是说用户是如何通过抵押然后去生成这个贷稳定币。那它这个 price 呢，是它这个稳定币的这个贷的 price， 它是怎么1:1的 peg 到这个就是 USD 呢？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初始它有一个初始价格，也就是初始定价 target price。那这个 target price 在最初这个贷 launch 的时候呢，它就是1:1的跟这个 USD 是等勾的。那这个贷呢，其实也是一个 ERC20 token。然后呢，你比如说我抵押之后了，然后它放到这个智能合约这儿，然后我设定好参数，自动的它这个贷稳定币就会打到我的这个 address 下面。那它这个 target price 对应的有一个叫 target rate feedback mechanism， 这个是相当于一个。就是这个 target rate 实际上是来调整这个target 这个 market price， 然后也就是市场价贷的市场价，然后到它的这个 target price， 也就是它的定价的这么一个速率。那也就是说，这个 target rate feedback mechanism 呢，是相当于我去根据我调节这个不同的 target rate， 然后我让这个，比如说现在这个 market price， 也就是贷假设小于这个1:1的关系了，它不等于1刀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它小于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调这个 target rate， 然后让这个贷呢又回到这个 target price。那回到这个 target price 的过程中呢，就会让这个生成就是它会减少这个贷的 supply， 对吧？然后提升这个 demand， 也就是说，我需要让这个每个代币变得更贵。然后呢，这个 CDP 去生成 CDP， 然后生成这个贷的债务这个过程呢，就会变得贵一些。然后这个是变贵以后呢，自然而然有更少的人去来生成这个贷，那也就是整个在这个池子里流通的这个贷的 supply 就变少了。然后这样的话，它的 demand 就变高了。demand 变高以后，它就会慢慢的回到这个1:1的一个就是跟 USD 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运作方式。那这个 target rate 的这个设定是多少呢？是通过这个 MakerDAO， 然后来去共同 govern， 然后去 decide， 就是我们应该设多少这个 target rate， 保持这个贷在一个1:1的稳定的价格。然后这个同时还有一个叫 sensitivity parameter 的一个东西，这个 sensitivity parameter 是决定这个 target rate 设多大，然后呢，这个也是由这个 MakerDAO 来去做这个 decision。这样的话，这个 mechanism 呢，实际上就会保持这个贷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价格，然后都一直保持在1左右。OK， 那还有一个机制呢，是叫这个 global settlement， 也就是全局清算。那这一步呢，全局清算实际上大家就可以想象成为一个 factory resetting， 也就是说恢复出厂设置。这个的话，相当于也就是说在非常紧急的时刻，包括像这种非常大的这个 market crash， 也就是价格的这种骤升或者骤降，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由于有可能这种价格的骤升骤降，它会给这个系统带来一个就是 imbalance， 也就是让它不平衡，然后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那这种时候呢，就是这个 global settlement 就会将这个相当于所有的这个进行一个清算，然后包括这个 CDP 这个债务，然后加上这个所有流通的贷，它会进行一个重启。那这一步呢，实际上它也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就做的事情，这个也是说需要在整个 MakerDAO在这种先去辨别是否是需要去这个启动这个全局清算，然后呢由一致投票再来去做这个决定，然后这样的话，它其实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自治的这么一个方式来去稳定这个贷的这个稳定币的这么一个价格。那说完这些呢，这个是贷稳定币的这块，那这块是相当于它是如何去跟USD 1:1的这么去 peg 上。然后呢，它还有一个这个 MakerDAO 还有一些功能是说这个整体这个社区我们去来管理这个叫 risk management， 就是说做风险管理。
然后这个风险管理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风险管理是来去根据，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这个系统这儿，从质押到 CDP， 然后到稳定币，它中间有好多的环节都存在很多风险。那像这个 CDP 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抵押债仓，那这个它有多种的种类，也就是说你可以抵押什么债务，以及抵押这个债务的价格，然后这个价格波动怎么办？然后这个 CDP 它的一个 liquidation ratio，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auto liquidate 这么一个 ratio 是多少？就比如说我抵押100万，那比如说我拿出来50万这个代币的这个债务，那也相当于我的 liquidation ratio 是50%，200%。那我200%的话，就还相对比较 safe 的。但有一些你看，现在 CDP 它可能只质押了这个，比如说质押了一千块钱的同等的 ETH， 然后它去生成了1000块钱的一个债务，那这个 liquidation ratio 相当于这个债务的 ratio 是1:1的一个比例。那一旦这个 ETH 的价格骤降，也就是说现在它这个抵押物就是抵不上它这个债了，所以这个的话，这样的 CDP 就是 risk 就非常大，就是风险非常高的。所以相当于这整个 MakerDAO 就要去做这种风险管理，也就是说去做这种 auto liquidation， 就是去 sell。如果说这个抵押物的这个价值小于了这个它这个生成的对应这个 CDP 生成的这个贷的这个一笔债务的价值，那它就需要去负责把这些坏债相当于要去给它清理掉。然后呢，这个的话是用一种 auto liquidation 的方法，然后它相当于是一旦这个价值变低了以后，它去sell off 这整个债务，然后呢，它有一个 penalty ratio 以及这个 liquidation ratio， 就根据不同的衡量，然后进行一个拍卖。那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有点复杂，然后感兴趣的大家我就不多讲了，然后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MakerDAO 的这个 white paper 里面具体写的，然后它有一些 examples 和就是例子，然后去给大家讲一讲到底是怎么个 work， 也就是说它去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做这个 risk management。然后呢，在这个 MakerDAO 中，它还有2个 smart contract 这种 proposal 提案，也就是一个叫 SAPC， 还有一个叫 DPC， 它是2种这个 smart contract proposal。然后这个是由这些 MakerDAO 里的 holder， 就是 MKR 那个 token holder 参与到这个 DAO 中的这个参与者，然后来去给这个系统调整参数什么的，去做这种 proposal， 然后经过投票，经过整个社区 MakerDAO 的这个 holder 的投票，然后才去决定这个是否提案可以通过。然后这也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治理的方式。那除了这个 risk management 呢，还有几个比较重点的是说，这个 ecosystem 里还有3个吧比较重要的这个external actors， 也就是3种独立的角色。然后第一种呢是叫这个看护机，这个看护机呢实际上是一个这种自动化的 agent， 然后代理去就是说保持一个这个贷稳定币价格的这个 stability， 它的稳定度，然后以及它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算法交易，然后它自动化的去比如说我买高卖低，然后买低卖高，然后它去来维定，就是创造流动性，然后再加上给这个贷稳定币提供一些比较就是这个稳定的这么一个机制。然后呢，这个 Keepers 它还会参与在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个 auto liquidation 这个自动化的，就是去卖掉这个就是一些 risky 的这个 CDP 的那个过程中，它会负责一些拍卖的一些工作。然后呢，另外一个 key actor 就是这个 oracles， 也就是预言机。那这个预言机是为什么存在的？就是预言机是相当于我要把这个 price feed， 对吧？就是这个贷稳定币的价格以及这里面不同的资产价格到底是多少，我需要一个真实的，然后准确以及是实时的这么一个价格更新。那预言机有很多的节点对吧？然后那如果说有一些节点被这些 hackers 所控制的话，那可能这个价格就会完全的错乱，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系统就会得不到真实的价格。那也就是说，这个整个 MakerDAO 也是来负责管理，说我怎么能确定这个预言机的节点，然后它都是符合这个就是预期的，然后符合整个这个真实的价格的，然后都里面没有 hackers 或者说 bad actor 在里面去来阻挠我去得到真实的 price。那也就是说，这个 nodes 也是相当于这个 MakerDAO 来去决定 OK 我到底是用哪些来去做节点，然后做多少节点，然后这样有一个防止一个 50% 的 attack。然后最后呢是一个这个 global settlers， 也就是全局清算者。那我们刚才说过，这个 global settlement 这个全局清算是一种机制，去防止这个相当于这个出厂设置和重置的这么一种方式，然后恢复这个贷的稳定币的价值，在这个极端情况下。那这个 global settler 可以启动 global settlement 的这些人呢，就是得独立出去，然后呢它是由这个 MakerDAO 里面的这个 MKR 的这个 holders
持有者，然后来去决定谁可以去当这些 global settlers。你可以想象，就相当于那个比如说总统发核弹，然后他发核弹需要好几把钥匙一起插到他那个核弹发射器中才可以发射这个核弹，其实就是一个道理。然后这样的话，需要这个 MakerDAO 来去决定 OK 我们这个 global settler 到底是谁。所以这样的话大概就是说整个系统它就完整了，然后呢相当于是说我通过抵押物然后来去生成贷，然后呢生成贷之后我中间还有这个 CDP 的这么一个相当于一个抵押债仓的这么一个风险管理的过程，然后呢我有各种各样的算法机制来去稳定这个贷的1:1的跟这个美金的一个关系，然后还有这个一些external 的外部的这种就是独立的 agent， 然后来去在不同的这个岗位上相当于去来做各种各样的就是维护。然后这个就是整个一个去中心化稳定币这个DAI的 MakerDAO 它的一个整体的 ecosystem 吧。然后我觉得其实我看了一下那个white paper， 他们这个 white paper 写的其实我觉得非常早期啊，就好像是2017年写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对这些金融类的，然后这个稳定币包括交易等等非常感兴趣，还是可以看看它整个背后底层的原理。就其实 MakerDAO 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系统。然后呢，我这里可能讲的也都是一些片面和一个大概宏观上的一些知识点。那它背后的很多风险控制啊，然后它的一些计算啊方式啊，然后等等，反正非常的复杂。然后呢，其实这个系统中为什么会有这种 CDP 的这种抵押债仓的方法，就是说谁会想着没事我去抵押我的 ETH， 然后生成一些代稳定币用来干什么？这其实它可以做一些 margin trading， 也就是说相当于你可以把你的其他资产抵押，然后换成贷，然后作为一种就是 leverage 的方法，也就是说你可以去不断的去上杠杆这样的。就很多比如说专业的这种投资机构会使用这种方法，然后来去在这个 MakerDAO 里面去利用这个贷，然后去做很高风险高杠杆的这种操作。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也是非常就是如果我们需要去了解整个币圈包括 DeFi 的话，对这个稳定币的这种机制还是要去了解一下。所以这期呢我们就觉得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仔细的再去看一下这个贷稳定币它的一些那个背后的原理，然后去研究一下，我们觉得还是很有用和有意思的。OK， 那这期视频呢就先到这儿，然后下期视频由 Gary 给大家讲一讲这个 DeFi 的一些借贷平台，然后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下期再见，然后 Merry Christmas，谢谢大家，拜拜。